一辆马车停在一个荒郊野店门口，老板为客人拉开车门，从马车上走下一个衣着鲜亮的女人。她头晕目眩的茫然四顾，目之所及尽是荒无人烟，身后孤零零地耸立着一栋破烂的房子，称它为旅店绝对是一种褒奖。马车夫将女人的行李丢下车，整整一袋现金从包里散落出来，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。故事开始于1890年，这一年发生了最后一次由美国政府组织针对印第安人的屠杀行动。这一天，一个印第安首领被击毙，他的妻女成为屠戮者的战利品。杀死他的理由是他曾领导了印第安人战胜白人的战争。在那场战役中，印第安人成功地歼灭了一支由费特曼率领的白人分遣队。今天是一场复仇的围剿，杀了酋长还意犹未尽的士兵把目标转向酋长的妻女。山丘上，一个印第安人低声阻止。他是一个在美军里服役的印第安骑兵中士，而这一天恰巧是他服役的最后一天。老兵迟疑了一会儿，放下了枪。酋长妻子并不感激，他向叛徒吐口水表示憎恶。这名印第安中士名叫伊莱，他的印第安名叫残狼。他是印第安波尼族的战斗英雄，在美军里也同样的勇猛优秀，颇受下属爱戴。他打算退伍后回到自己的故乡，利用宅地法中美军退役军人可以索要土地的政策，获得几亩用以安身立命，过点烟梦围炉的平静生活。白人同袍建议他去怀俄明州凯恩县找治安官比利，刚杀死的酋长曾经杀死了比利的亲哥哥，也许告诉他仇人已经死的消息，再加上同袍之谊，能够更容易得到土地。但也不要忘记，白人永远与印第安人水火不容。果然，1周之后，他就被挂在烈日骄阳下暴晒，狼狈地勉强用脚尖平衡身体。这一切仅仅因为他想找旅店老板要口水喝。这时，一个衣着鲜亮的女人走过来，她礼貌而不合时宜地询问是否需要帮忙，但显然她什么也做不了，她甚至连自己都保护不了。女人并不了解自己的处境和这里的规则，被拒绝后却锲而不舍地走向旅店老板，提出用$20换取残狼的自由，结果换来的只是一记重拳。马车夫见怪不怪地卸下车上的行李，却没想到行李竟然有一大包现金。当女人醒来，旅店老板把残狼送给马车夫去换取赏金，一个印第安人头皮可以换取$25。不知所以的女人看着马车和印第安人离开，以为自己救了他，同时也感觉到自己处境不妙。她的行李被人随意地翻开，似乎这一切都已经不再属于她。狂奔的马车很快就被来历不明的人盯上了。在这片未开发的土地上，弱肉强食是一条通用的规则。马车夫是一个跑江湖的白小生，他一边权衡着利弊，一边与残狼套近乎。最终他决定多一个敌人不如多一个盟友，于是他给残狼打开了手铐，同时也打开了车上的机关，又拿出了猎枪。来者不善，3个白人拦住了马车。马车夫解释，印第安人杀了个英国女人，自己是押他去领赏金的。3个人则认为这赏金更适合他们自己去领，僵持不下。终于枪声四起，残狼瞬间就杀死了3个人。骑上一匹马，自由就在眼前。但他想起那个试图救自己的女人，于是问马车夫女人是不是会死。马车夫说，女人的死是计划之中的，包括死后嫁祸给残狼。说罢看了看自己中枪的伤口，残狼给他留下一把枪。夕阳下，枪声回荡在旷野。一场精心准备的婚宴，女人在知道自己将死的现实，不甘心地哭了起来。她诉说自己是来为儿子复仇的，凶手逃到了美国，她哀求饶自己一命。旅店老板不为所动，他告诉女人，这一路的安排本来就是阻止他复仇的，目的就是要让他死在这个不毛之地，自己必须遵守合同，不过可以在他埋骨之处种一棵白杨以示告慰。说完就开始这最后的晚餐。一颗公牛的睾丸下肚，
一把刀刺穿后胸。残狼学习了这个黑店，拿回了自己的包和马，正准备离去。女人希望残狼带她一起走，她拿出钱，告诉残狼自己要为儿子复仇，然后跪下苦苦哀求。最终残狼答应了。女人告诉残狼自己是科尼利亚女爵，一个英国女贵族。残狼并不在意这个，他只希望她尽快学会射击，学会自己保护自己。怀俄明州凯恩县新建的霍克斯曼镇正在大兴土木，治安官比利在办公室前喝咖啡。3个人骑马匆匆而来。英国贵族特拉福德扔出一个血淋淋的牛胎，他告诉比利，自己重金买来的几百头怀孕的母牛被人杀了，损失惨重，要求严惩凶手。比利厌恶这个傲慢的英国人，特拉认为凶手就是镇上的人，被比利一口否认。比利表示特拉一直拒绝被政府管理，现在牛的事自己只能帮他问一问。特拉也不甘示弱，声称自己最早在这里开垦放牧，现在新的移民来了，侵占了土地，拉铁丝网，自己的牛再也不能自由地放牧。如果比利不管好自己人，那自己就亲自动手。但他的跟班认为干这事儿的人另有其人。3人的目光不由自主投向了莫尔蒙百货器具店的招牌。堪萨斯的夜晚静谧无风，露宿的科尼看着夜空中密布的星斗自言自语。人总是因为一个愿望就被推向无法想象的世界，和曾经陌路的人在一起同行。残狼认为这是去世的人从梦里捎来的消息，传信者正行走在亡灵之路上。这个解释引人遐思不断。残狼用印第安人的方式定位方向，接下来的路要绕到山谷里继续前进。路上再次碰到劫匪，同为印第安人的劫匪曾是残狼的战友，他们邀请残狼加入，被拒绝了。人各有志，任何贫困和不公平都不应该作为作恶多端的借口。劫匪们求人不成就转而求财，他们要求科尼留下皮包。印第安人偷偷拉满了弓弦，科尼马上出动了扳机，残狼稳准狠地搞定了2人，却对逃走的印第安同袍不忍下手。科尼一剑杀死了他。在往后的路上，他们碰到被劫匪袭击的车子，男主人被印第安人一箭射死了，女主人难产死在车上。残狼试图救出女人身上未分娩的婴儿，科尼在车上找到了躲藏的女孩。这一对德国姐弟已然成了孤儿，刚出生的孩子没有母乳，奄奄一息。残狼建议科尼收养2个孩子，结果被拒绝了。科尼刚痛失爱子不久，自己为这个孩子和父亲闹得并不愉快。科尼的父亲是一个军人，因为战功而获得了一片土地，被封为爵士。残狼并不了解这些，2个人的世界天壤之别。波尼族没有文字记录，一切知识和历史都靠口口相传。他们在北美大陆上有无数的宿敌，其中死敌就是苏族。波尼族几乎被苏族灭绝，包括残狼的家人和部落，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。于是残狼加入了美军，整个波尼族也是比较亲白人的印第安人种族。科尼安慰残狼，自己一定会把他的故事记下来传颂。残狼难得的幽默了一把，他让科尼先活下来。是啊，在这片土地上活下来才是最难的那一部分。他们来到一户拥有土地的印第安人家里，夫妻来自不同的种族，他们都依反基督教。残狼感叹自己曾经也去领过留给印第安人的保留地，但都是不适合耕种的山地，好的土地都留给了外来的白人，所以他只好放弃，才决定回到家乡去。男主人告诉残狼，自己从20米深的岩石下找到水才生存下来。他认为妥协是一种生存之道，不能像过去部落里那样锋利。科尼从女主人口中得知，这家人路过了这里，因为车坏了，所以掉了队。他们的大部队正在往南方去，大概5天就能追上。科尼决定把孩子送去，残狼拒绝去南方，因为他曾经带着家人走过同样的路，同样的目的地，同样路过这里，但全家人都死了。悲伤的记忆让他绝不回头。
科尼独自上路，他把钱留给了这对印第安夫妻。残王送给他一个指南针，告诉他自己会留下等他回来，也许1周，也许更久，教他怎么用刀，告诉他稳则快。分别的时候终于来了，科尼开始启程，身后传来印第安人的送别歌。在歌声中，科尼回首相望，残王驾马卷起一阵尘烟，消失在夕阳之下的背影。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踏上美国那一刻起，都几乎把原住民当成威胁，哪怕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研究者。他向科尼侃侃而谈自己对天花的了解，以及研究天花疫苗的一些设想，却把印第安原住民比喻成美洲大陆的天花病毒。可惜他还未消灭病毒，就被一个原住民送去见了上帝。毫发无伤的科尼目送着此人带着尸体和马车离开，继续启程。山崖之上是又一波劫匪，黑眼莫格和他的2个儿子。在他们虎视眈眈的注视下，科尼故作镇静地走过，之后一路狂奔，终于追上了孩子的亲人。孩子的家人作为感谢，送给科尼一瓶优质的小麦种子，并告诉科尼，那对印第安夫妻农场里的马是孩子亡故父母的马。科尼马上担心起留在农场的残狼，焦虑的他丢下马车，骑马往回赶。日夜兼程，终于赶到了农场，在墓地找到正在挖坑的印第安女人。他满口谎言地说残狼带着钱跑了，嘴上说着一套，手里却试图抢枪，被科尼拔刀刺伤。当约翰回到屋里，一支枪管正对着他。It's a shock. So where is he? 怀俄明州凯恩县霍克斯曼镇，迈尔斯太太发现自家的牛丢了，怒气冲冲地来到托马斯牧业公司，找到了自己丢失的牛。但是牧业公司的人拒绝还给他，谎称那是无主野牛。迈尔斯太太势单力薄，只能忍气吞声地离开。回到家，发现丈夫没在家。原来不久前邻居弗林杀死老婆后饮弹自尽。死者弗林和迈尔斯还有治安官比利是老战友。葬礼之后，迈尔斯神情焦虑地来找比利。他发现弗林身上有一个奇怪的印记，他认为弗林是被诅咒了。比利不相信。迈尔斯欲言又止地默默离开。夜晚，迈尔斯的儿子终于在荒野发现了父亲，他已经被开膛破肚地挂在一根木桩上。黑暗中有一个人跳上马，骑马离开。农场里，约翰正在处理着堆积成山的牛骨，他兴致勃勃地向残狼介绍如何制作骨粉。残狼好奇地问为何让玉米烂在地里都不收割，而他却拥有好几匹价格不菲的好马，显然与这破烂的农庄并不相配。他的问题让约翰恼火，把工作丢给残狼就离开了。2个人驾着马车来找约翰销赃。
他们谈论着黑眼莫格和他的2个儿子接管的这条路，但莫格与印第安人有仇，这对约翰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。但约翰说自己手里有王牌。这时，残狼从孤儿父母的马车上找到了科尼留下的包和钱，接着他发现约翰卖给自己的指南针的壳子，原来那个指南针也是孤儿父母的。残狼对约翰夫妻的真实身份充满怀疑，他向约翰太太问起指南针，女人面不改色的谎话连篇。之后，残狼又从烧骨粉的炉子里翻出了人骨，这让残狼彻底看清了2人的真面目。于是牵着马就要走，约翰跳出来阻止。残狼把指南针的皮壳丢了出来，当面揭穿这是与匪盗勾结、合作抢劫并销赃的黑店。约翰狡辩，比起那些偷走原住民土地的白人，自己做的这点又算得了什么？残狼没兴趣听这些借口，上马就准备离开，被女人用上过麻药的飞镖麻倒。残狼被带去见一个绰号为水上杀手的印第安人。水上杀手开口就问恰克河大屠杀的经过。这是15年前的事儿，也就是1875年的怀俄明州恰克河。在这一天，刚到美国1个多星期的托马斯正在为筹备畜牧公司而四处采风。他穿着一件向印第安夏安人买来的外套，颇为扎眼。此时的美国白人非奸即盗，既没有道德也没有诚信。一听托马斯身价不凡，立马坐地起价，掏出枪明抢。从小养尊处优的托马斯直接被唬住了。他的下属莫尔蒙不吃这一套，以对方家人为威胁完成了交易。Can't be so. Do I look like a gentleman to you? 莫尔蒙是个野心十足的家伙，居心险恶，做事狠辣，为达到目标不择手段。他只是把托马斯当作垫脚石，内心对这个英国破产贵族颇为鄙视。他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会抓一只狼送给托马斯的未婚妻科尼做礼物。他不仅知道科尼的住址，还知道这个公司的大股东就是科尼的父亲。碍于莫尔蒙是董事会派来的坏计，托马斯处处谦让，这反而让莫尔蒙更加气焰嚣张。3个擅离职守的科罗拉多志愿军军人与他们相遇，军人声称他们在找一个印第安夏安人酋长池因报仇，因为他们杀了比利的兄弟。托马斯的另一个手下听过这个臭名昭著的志愿军军团，说出他们干过不少下流的事儿，比如用女性的身体部位制作钱包。为首的杰罗姆竟自豪地马上拿出来给大家观赏，让托马斯厌恶至极。这群亡命徒让莫尔蒙看到了机会，他拼命掏近乎，把公司的投资计划和盘托出，认为双方有共同的目标，就是清除印第安人。于是不顾托马斯的反对，说自己知道夏安人的部落所在。托马斯当场就解雇了莫尔蒙。恼羞成怒的莫尔蒙当面嘲笑托马斯就是一个懦夫，言辞极尽侮辱。杰罗姆直接打翻了托马斯，然后起身与莫尔蒙前往夏安人的部落。当托马斯满脸血迹地爬起来时，平原上回荡着枪声，如同屠宰场一般。托马斯愤愤地想去拿枪，但是被下属死死地控制住。对方人多势众，去军团总部报告更安全。屠戮了整个部落的几个人，如同从地狱走出来的恶魔，浑身鲜血和戾气，正碰上巡逻兵残狼。他们直言不讳，狩猎了印第安夏安人的部落，言下之意并不介意再多杀一个。残狼表示这不关自己的事儿。杰罗姆得意地离开，比利还不忘向残狼挑衅。莫尔蒙的马上挂着血淋淋的头皮，他们屠戮了整个村子，没有发现池因，报复只是他们为杀戮无辜寻找的借口罢了。水上杀手听完了残狼的叙述，
悲伤地说，那些被杀的就是他自己的亲人。他暗念着仇人的名字：杰罗姆、比利、弗林、莫尔蒙。同年的伦敦，莫尔蒙找到科尼，他谎称托马斯因为屠杀印第安部落而被抓，关在一个枯井里等死，需要科尼筹一些救命钱。正当科尼筹好钱，邮差送来了托马斯的信。科尼当面揭穿了莫尔蒙的谎言，杀印第安人被关入枯井的正是莫尔蒙自己。他私自挪用了筹备牧场的钱，救了自己的命，然后偷偷地和杰罗姆逃回英国，想找科尼骗一笔钱。被识破的莫尔蒙凶相毕露，眼前的美女和桌上的钱让他面露狰狞。他就地侮辱了科尼，并抢走了钱。Get out. A fucking wolf.这时，愤怒的科尼毅然开启了前往美国的复仇之旅。科尼找到黑眼莫格，两人相对而坐。莫格好奇贵客临门所谓何事，科尼则望向满墙的头皮。莫格不无得意地说：“那些是挡了自己道的人。”说罢就开始自我介绍。他摘下墨镜，露出一双没有眼皮的狰狞眼球，脱下帽子，露出曾被剥去头皮的头顶。他介绍说，这是印第安夏延人干的，在他21岁时被侮辱，被夺去容貌和家庭。科尼并没有如他所愿被吓到，而是平静地问那墙上的50多条人命还没让他抚平伤口吗？莫格恨恨地说，除非杀死所有的印第安人。对于这个已经被复仇的怨念折磨得丧心病狂的女人，科尼懒得兜圈子了。他直接告诉她，自己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救自己的朋友，要救他就得死人。说完就把莫格和他儿子都杀了。当他犹豫要不要放走莫格另一个儿子时，谷仓里一个印第安男孩及时补刀。科尼成功救出了残狼，残狼握住女人的手，告诉她自己决定陪她去怀俄明州凯恩县，因为她也需要去找一个人。科尼开心极了，但又被隐隐的不安折磨着。顶着满天的星河，残狼教科尼认识指示方向的星星。他正想说排解孤独的方法，科尼就动情地说自己会想他，这让残狼一愣，暧昧又有些尴尬。科尼马上转移话题，问残狼为何不回故乡。残狼说，时过境迁，故乡已物是人非。残狼发现科尼一直戴着手套，科尼谎称淑女必须回到家才脱手套，但自己没有家了。相依为命的儿子也死了，就埋在曾经生活的庄园里，那尊坟墓就是自己的家。残狼拿出珍藏的小骨头，说那是亡妻生前的幸运符，他每天带在身边，祈求家人平安。现在这个东西就是自己的家，所以家并不在遥远的地方，心安之处即是家。终于惺惺相惜的两人情不自禁地相拥，但科尼马上就挣脱开，跑入旷野，发疯地用泥土搓洗自己的身体，满满的痛苦和绝望。忽然一声枪响打断了他，匆忙赶回。残狼告诉科尼，那个男孩被抓走了，而科尼一身泥土的样子让人诧异。他赶紧解释道自己没有事儿，当务之急是救男孩，于是两人匆匆启程。抓住男孩的是一个电缆公司的苏格兰人，他津津有味地向难得的听众诉说如何射杀印第安原住民。
并称这是英国人的杰作。可以通过卖印第安人的头皮挣钱，真是一件从来无法想象的事儿。接着，苏格兰人话锋一转，控诉英格兰人让自己家族流离失所的事儿，称英格兰人在占有土地的时候所做的坏事真是罄竹难书。科尼不做评论，而是问起那个印第安男孩。苏格兰人马上义正言辞地称，要赢就得不择手段，要在这块土地上建立美国，就得让所有人遵循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。不服从的就只有杀掉，女人和孩子则送去学校洗脑。为此，他捐助了一个印第安学校来达到此目的。那个男孩会被送到自己的学校去。科尼看向旁边站立的2个出自他学校的印第安女佣，其中一个女人竟然是酋长池英的妻子。科尼讽刺道：“这个学校就是为了学习如何做仆人的吗？”苏格兰人一脸无耻地说：“印第安人如果想生存，就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。”残狼冷冷地接话：“绝路一条罢了。”苏格兰人发现一通说教却没有打动2人，颇感无趣，于是让酋长之妻去收拾餐具，准备送客。残狼喊住酋长之妻，与他交流哑语。女人看完残狼的比划，发疯般地跑了出去，呼唤着儿子的名字。残狼带着发烧的科尼离开，酋长之妻追上来，请求他们带走儿子。3人还没有走远，一声枪响后，男孩应声落马。苏格兰人愉快地一枪接一枪地狩猎。愤怒的酋长之妻打死了他们2人。残狼则杀死了追兵，在脸上涂上了波尼族的印记。这场来自印第安人短暂的胜利以酋长之妻之死而告终。这时，科尼再也撑不下去了，他倒地不起。治安官把迈尔斯尸体上的符号拿给迈尔斯太太辨认，迈尔斯太太根本不关心，她更关心治安官能不能为自己要回那些牛。治安官好奇地问女人为何对自己的丈夫那么冷漠，女人告诉他，经常家暴的男人还不如一头牛。一个神秘的人点燃了托马斯的草垛，杀死了看守，脱下头皮离开了。托马斯为被烧毁的过冬粮草而绝望，他安排手下凯利去找熟悉的地方势力驰援，自己则把牛群赶往附近的镇子去寻找粮草。凯利很担心托马斯的安危，但托马斯觉得只能铤而走险了，留下就只是死路一条。他不想让莫尔蒙看到自己破产的结局，于是自己赶着牛群孤注一掷地去寻找粮草。牛群经过镇子，牛身上的印记让治安官发现了与尸体上的印记一样。托马斯毫不掩饰地告诉他恰克河大屠杀的经过，承认2人身上的印记是自己干的，因为那是需要永远被记住的耻辱。那些印第安人就埋在这个镇子的下面，但2个人却不是自己杀的。紧接着，治安官在迈尔斯家里发现了墙上挂着的照片，发现迈尔斯和弗林都是费特蒙战役的士兵。顺藤摸瓜，让人想到后面的恰克河大屠杀。于是治安官又问起恰克河，迈尔斯太太说，迈尔斯偶尔会去那个地方，这令治安官心生疑窦。回去后，马上让手下去驻军总部询问迈尔斯、弗林、杰罗姆被开除军籍的事儿。军官反馈原因是擅离职守和嫖妓。还有一个平民交了罚金，但这说法明显站不住脚。军官最后让他去询问当时被抓住时那个妓院的老板娘。当他找到这个老鸨时，看到的是一张被梅毒腐蚀的面目狰狞的脸。残狼带着昏迷不醒的科尼来找医生。医生诊断结果，那并不是因为枪伤的感染，而是晚期的梅毒。科尼很平静地向医生诉说自己很多年前就被感染了，这病导致自己的儿子出生就带有残疾，自己一直照顾他直至死亡。然后拿出胸口珍藏的照片，那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孩子。医生并没有厌恶，
反而是满眼同情和敬佩地说自己看到的是母爱。他给了科尼一些药，问科尼要不要把病情告诉残狼。科尼不想说，但医生觉得残狼已经知道了。科尼问起男孩的病情，医生说男孩腿断了，但是可以治好。于是科尼拿出所有的钱，请求医生把男孩治好后并帮他生存下去。医生一看到钱就提出了自己的有个设想，那是一个关于美国西部印第安人战争的巡回表演。如果科尼愿意可以投资，科尼同意了。至于回报，只需要一张男孩18岁的照片来证明他活得很好。然后他希望和残狼拍一张照片。拍照时，科尼鼓起勇气想告诉残狼真相，但残狼说自己什么都知道。话语间，科尼望向残狼，快门声响起，模糊了科尼的脸，也在暗示着科尼只是偶然吹过这片草原的一阵风，只是划过残狼生命的一缕残影。治安官的手下发现镇上来了2个陌生人，男人要找死去的迈尔斯，女人要找正在山上打井的莫尔蒙，于是自告奋勇地给他们带路。此时，治安官正在迈尔斯的农场，他问起迈尔斯太太为何要嫁给迈尔斯。迈尔斯太太说，因为莫尔蒙骗走了自己父亲的钱，还强奸了自己。当发现怀孕后，就和迈尔斯凑合过日子。这时，农场附近，海莉浑身是伤的独自回来了。迈尔斯太太和治安官把他扶起来，正遇上科尼和残狼，一切都在这里真相大白。原来恰克和大屠杀后，4个人都跑到妓院染上了梅毒，弗林自杀了，迈尔斯被杰罗姆灭了口，托马斯的粮草也是杰罗姆烧的，现在又射伤了去找粮草的凯莉。迈尔斯太太听到莫尔蒙有梅毒，大吃一惊，他的儿子更是冲动的拿起剑就冲出去要找莫尔蒙拼命。这时，杰罗姆骑马追来，爬上屋顶，对着屋内一通乱扫。凯莉瞬间就被打死了。残狼冲出屋子，向着杰罗姆开枪。中枪的杰罗姆夺路而逃。几个人上马直奔莫尔蒙的钻井平台。路上碰到托马斯的牛仔们，他们说托马斯死了，被山洪冲走了。科尼他不相信托马斯死了，但是牛仔们认为这是徒劳的，牛都被水冲走了。托马斯也已决心一死了之，一切始作俑者就是莫尔蒙。破碎山谷是一切开始的地方，也是一切结束的地方。残狼看着杰罗姆的尸体，他早已被梅毒腐蚀得不成样子的脸。2人来到山顶，莫尔蒙把儿子绑在平台下，看着科尼到来。他丝毫不觉得愧疚，若无其事地与科尼寒暄着。科尼告诉莫尔蒙，托马斯死了，如果不是他的出现，自己会和托马斯生活在一起。说罢，拉开衣襟，露出腐烂的胸口，告诉他曾经2人有一个孩子，但是却因为这个病死去了。这些累累的罪行都是莫尔蒙一手制造的，今天自己是来复仇的。莫尔蒙根本不介意，他感叹自己的病早好了。科尼举起枪，莫尔蒙嘲笑科尼根本不会对自己下手。迈尔斯太太则果断地一枪把他放倒，枪声响起时，科尼也晕了过去。残狼上前了结了这个大魔头。治安官督促大家赶紧离开，避免莫尔蒙的手下回来寻仇。残狼主动申请顶罪，于是治安官带着2个恶棍的尸体和残狼往回走。路上，治安官放了残狼，让他永远不要回来。正当残狼不知该去往何处，科尼赶到了。
他不想与残狼分开。Home is here. With you. I can't let you go. I can't. 但是残狼告诉他，是时候回家了，也许回家还有活着的希望。如果想念自己，就抬头看看夜空，蝎子座的旁边就是天狼座。Look to its right. The wolf beside her won't never change. 说罢，狠狠地拥抱了一下科尼。留下了一个决绝的背影。Sweet seed. 科尼把小麦种子给了残狼，残狼把亡妻的礼物给了科尼，两人就此别过，从此天涯相隔。残狼又唱起了印第安原住民的歌曲，目送着科尼远去，并喊出深藏心里的话。13年后，1903年的伦敦，天色将晚，科尼坐上马车赶往温莎伯克郡，那里正在上演一出关于印第安人的剧目，正是科尼赞助的那个医生的项目。主演是池英的儿子，那个印第安男孩。他认出了曾经的救命恩人，高兴地告诉科尼自己去了很多地方，特别喜欢的地方是有火车的高山，那是托马斯的家乡。科尼说，但男孩并不知道托马斯是谁。科尼问他想回家吗？他说不想，他不想变成一个美国人，自豪地说自己是夏延族酋长池英的后人，以及一大串名号。科尼说，总不能永远活在戏里吧，这只是一个马戏团。男孩自嘲地说，是一个动物园而已，但马上又兴奋地说自己将扮演残狼，救了一个白种女人。科尼拿出残狼给自己的信物，把它交给男孩。男孩掀起科尼的面纱，不顾他丑陋的面容，亲吻了他，然后告诉他这并不怪他。But not for you. 说完，回到了帐篷里。里面传来对残狼的介绍声。本剧的结局让人泪奔，科尼和残狼最终只能在夜空中相望彼此，寄情于一遍一遍回忆往事和日渐模糊的面孔。相比爱情，生命太短暂了，多少时间都无法填满思念和遗憾。对于世界来说，一个文明也太短暂了。短到还未学会用文字去记录，就已经消亡于屠戮。自以为先进的文明总是傲慢地藐视和灭绝落后的文明，就如同人类傲慢地决定着其他物种的存亡一样。印第安文明最终只能存活在马戏团里，沦为供人欣赏的猎奇表演。这个结局颇为让人唏嘘。任何文明都会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。选择交流还是封闭，选择开放还是固守，如何选择才能避免走向消亡崩溃？其实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。好，那么本集就讲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朋友请关注我们，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，谢谢观赏，我们下期见。